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啊，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啊，还是不在少数啊，只不过呢，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啊，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所以呢她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啊，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啊，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啊，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啊，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啊，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啊，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啊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说这个还是算了啊，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啊，她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她结婚，对她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她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她是处于好感啊，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啊，她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她了。而且呢她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啊，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啊，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啊，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啊，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啊，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但是大家觉得他的前夫还能接受他回到身边吗？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两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他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
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 80% 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女生你别总是奇怪现在男生谈恋爱不积极说人家好像都不想谈恋爱，都不想结婚的样子。其实他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他只是不想跟你谈恋爱结婚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女生谈恋爱她这个恋爱观不太对。男生主动就说人家是舔狗跟你讲道理呢，说人家 PUA 你，谈未来呢，说在给你画大饼，张口闭口要找1.8米以上的以前送个花都觉得很浪漫，现在动不动就是大牌奢侈品，不然都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以前呢过个生日都很珍贵，现在呢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虽然我也是个女人，但是我都觉得现在的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就是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你主动呢，他就可以跟你聊聊，然后如果你对他冷淡的话他也就不愿意理你了。其实现在的男生真的挺累的，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她就是不那么爱这个男生的，她就是把人家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最后呢还得忍着哄着捧着安慰着，到了最后她如果遇到个喜欢的就跟别人跑了，男生呢落一个一无所有，没有结果，他们当然受伤了。有个男生说我已经单身3年了，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这个恋爱环境对男生是不太友好的。现实生活中包括网上一直都在教男生你要如何去讨好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呢，让男生不要对女生生气甚至呢不要去跟女友讲道理，结了婚你就要好好认真挣钱养家了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的才是好男人。说实话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也会被劝退的。你就别说结婚了，谈个恋爱我都不想。为什么男生越来越不主动对吧？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精力再去哄女朋友的。你要是很喜欢一个女生都不用去追她，就不应该去追女生。爱是双向奔赴的，单方面的追求不合理。你喜欢的女生，她身边也不缺乏对她好的人，你应该用你的闪光点去吸引她，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讨好她如果你没有明确一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那你就付出那些东西，只会让她觉得反感，觉得你在纠缠。而且呢，现在的女孩子谈恋爱首先看条件，你要是根本就不符合人家条件的话，就算你花光了所有你也就是个舔狗。所以呢，为什么还要去追呢？太多女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消费需求都很高，但是呢，真正自己买单的女生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转向男生获取代表着爱的各种商品。男人就是一台供养机器，而且还被很多的情感博主亲切地称之为饲养员。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提供物质的工具人，不必在乎感受和需求。可是男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女人和家庭，大多数男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现在赚钱有多难。一个男生省吃俭用的给女生买几百块钱的口红或者化妆品，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甚至还会被女生嫌弃
啊。那既然自己又算不上什么高质量的男性啊，干脆躺平得了。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生存都很艰难，哪还有多少闲钱啊去讨好女生呢？一边是扛着付出的经济上的压力啊，一边呢又是被资本洗脑的人。理性点说啊，男生还有什么动力和资格去追求爱情呢？所以我们还不如集体觉醒啊，结束这场游戏才是唯一的选择。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别忘了点个赞讨论一下哦。为什么同居过的女孩现在啊真的没有市场呢？前几天有一个男生来找我啊，找对象啊，他说他就想找那种没有同居过的女生。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同居过的女孩分手了，那就跟离婚没有什么区别啦，都是一样的，该开发的都开发了，都被别人玩腻了，除了没有什么法律关系啊，没有小孩之外，其他的跟这个离婚是一模一样的呀，自己凭什么要当这个接盘侠呀？更何况这样的女孩也不知道她有多少个前任呢，我跟她在一起会感觉不适的。而且呢，女孩子啊还要平等，要爱她，要宠她，包容她，那我的感受又谁来理解呀？所以她会觉得啊，跟同居过的女孩在一起啊，自己是非常吃亏的，因为她从来不跟任何女生同居，她觉得那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说啊，但凡来相亲来找感觉的基本上都会失败，你信不信？我见过很多啊见完一面就跟我说，哎呀老师啊，我对他没有感觉。无论男女，只要你是来找感觉的，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肯定找不到，除非你自己是一个颜值很高的啊，气质谈吐又非常好的，情商还特别高的人，你能在短时间内呢吸引住对方，那对方呢也跟你是一样的人，那么你们才可能产生那个感觉。为什么？其实科学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啊，感觉它是人体荷尔蒙在起作用嘛，而这种东西呢却往往来自于颜值和外在的一些吸引啊，甚至呢是某种环境下刺激了才会产生的。所以如果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相的人啊，那就别到相亲市场上来找感觉了。我之前有一个38岁的未婚女，学历很高，收入也很高，工作方面非常优秀，她跟男士见面就一定要找那种长相好的阳光的啊，人还特别优秀的，得 hold 得住她的。但是她最大的短板就是长相平平，个子矮，身材胖啊，性格强势。说实在的，就这样的她跟那个她理想中的男人坐在一块儿啊，她自己倒是能够产生出感觉来，但是对方呢能对她产生出这个荷尔蒙吗？我觉得有点难。结果啊，他相了几十个啊都没成嘛，活生生把自己拖到了40多岁。那些能看上他的呢，他说没感觉，他认为没有感觉就不可能往下发展关系的，根本就没有接触一下的欲望了。所以啊，但凡是过了30岁的女生啊，还要看眼缘的，还要找感觉的，还要想一见钟情的，还要寻找爱情的，还要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爱情的，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一点幼稚吗？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找到爱情啊，现在30多岁了，你还要来找爱情？很多女人她的思想啊就跟不上趟嘛，相亲市场真的非常现实的，你跑到这里来找感觉啊，找爱情真的有点可笑的，因为这里就是谈条件，讲的就是交换，是合适结婚的人选。可能你觉得没有爱情啊，结什么婚啊？我不反对你这么想，但是我所见过的相亲成功案例当中，90%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之后，综合评估对方的人品啊合适，性格合适，兴趣合适，逐渐呢在交往当中建立起来了感情，最后呢走进了婚姻。在这里一见钟情不是没有，但是呢都没有多长久，很快就黄了。所以咱们的重点啊应该是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是不是有个责任心的啊，是不是善良的，是不是会照顾人，会不会懂生活啊，热情正能量不啊，有没有耐力啊，懂不懂经营感情等等这些，而不是来追求那个眼缘，追求那个感觉的。现在30好几的人了啊，咱就别再追求那个什么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了，行不行啊？有好多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捧杀了的。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人他中了一次彩票，他就觉得自己啊一定一直都能中彩票，这太可笑了啊！之前我这里啊有一个93年的女生啊来我这儿找对象嘛，她学历呢还挺好的啊，是个硕士啊，身材呢也不错，有1.68米的身高，但是啊短板也不少。首先虽然是身材比较好，但是呢她脸长得不好看啊，皮肤也比较黑，总之呢不在大众的审美线上，而且呢她家境也很一般的外地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
可是他自己却非常的自信啊，让我们必须给他介绍富二代或者创一代，还得长得帅啊，最好是北京本地的。他说自己的前男友就是富二代，而且长得还帅，学历也高，谈了2年分手。我问他是啥时候谈的，他说是在大2的时候谈的，一出校园就分手了，说男生家里边啊不同意他俩交往。我一看啊，他那个学校是个理工大学，而且他学的还是 IT 啊，那我就明白了嘛，这个姑娘啊，就她的长相啊，可能在农村这个小范围里边呢还是比较出众的。就这么着啊，长大之后呢，她又上了一个男多女少的大学，男同学啊追求她的必然就多嘛。啊，现在呢她还做着一个 IT 方面的工作啊，又是男多女少的行业。总之呢，身边的男生啊她都看不上啊，觉得太普通了。还有比她年纪小的男生追求她，她都不同意。所以呢，她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太出众了啊，所以她的志向啊就是自己不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的，一定要实现财富的飞跃。所以我看她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捧杀了嘛，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啊要把她放在美女堆儿里啊，那真的是啊啥也不是。要放在高学历的堆儿里呢，那也再普通不过了。在北京吧，满大街都是硕士啊，要论家境呢，那就更没有什么亮点了。甚至对于优质男人来讲啊，可能还有点减分。工作和收入就是普普通通的吧。所以啊，刚开始啊，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啊，要找这么好的条件的男生。后来我明白了，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是没有被现实打压过呀。于是我就劝他啊，尽量降低一点要求，找个各方面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生就得了。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要跟我杠，非要那样找。后来啊，我给他介绍了几位啊，他认为很满意的男士，都是见了第一面就再也没有第二面了。好几个男士连微信都不跟他加。这姑娘在后来就问我嘛，她说为什么在生活中她能遇到条件好的男生追求她，可是呢来相亲了反而这样条件的人看不上她了。我很明确的告诉她啊，你不知道啊，在男人的世界里谈恋爱和找老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懂了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啊，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啊，谁也不服谁啊，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啊。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啊！你们就看啊，现在的单身男女啊，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啊，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啊！你比如说啊，男生啊，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啊？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啊！现在男生都会算账啦啊！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1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是3万了，一年下来啊，10几20万，没准啊最后都没戏啊！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啊，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啊，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啊，男生现在谈恋爱啊变抠了。他们说啊，能处就处啊，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啊，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啊，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啊，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啊。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啊，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啊？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啊，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2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啊，女生总是想啊，咱能不能多聊聊天啊，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啊，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啊，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啊？聊啥呀？还有啊，关于那件事情啊，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你还想碰我想白嫖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我饭我也请你吃了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总之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啊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啊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啊，觉得我说的对了啊，给个小心心再走啊。